大家好，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很多粉丝担心我们手上合约利润，特别是100x多头头寸利润，为什么不用怕下跌？几张图表的知识，等下来跟朋友们分享。估计牛市不会回头了，不会再去 32K， 包括买点的知识。如果你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在推特上面有给朋友们分享的这一张图表啊，也就是去年我利用这个方法在 20K 下方，希望朋友们去抄底，就是尽量看空间。它如果是在空间相对低档的位置，如果周线里面有连续2根下跌超过 40% 以上，那有可能就是非常恐慌的低点位置。为什么？因为主力只有利用这种大幅的下跌，短短的2周时间，如果跌幅能超过 40% 以上，就是主力在骗人。他不利用这种下跌，怎么骗出那一些不坚定看多比特币的分子，才能骗走那一些散户或者是一些小机构手上的比特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结构啊，它的价格已经是重新返回了，也就是2022年的6月份，当时崩盘的起点是在这个 32K。 然后很多朋友也是在问，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比特币牛市回头的机会啊？当然我也希望我的判断有错误，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新粉丝是在着急，到底比特币会不会再跌回到 32K， 或者是也在指望比特币最好是能再回撤一次这个 32K， 让很多一些资金没有进场的重新再买入的机会。因为最近看到一些粉丝也是在担心，评论区时有提到就怕下跌哦，但是我的观点，你要耐住这种大跌哦，我们买入的点位可是在 25K 或者是 26K 或者是 27K 28K， 不管你哪一笔多单，就算回到这个 32K， 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破不下去了。就像之前在这个低点的位置，当时硅谷银行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视频跟朋友们讲，千金难买牛回头，牛市有可能只有一个千金难买牛回头的机会，或者是上一次有跟朋友们讲，就是这个颈线 25K 附近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啊。其实我们要耐住这种下跌的寂寞，要耐住这种利润回撤的心态，有几次都是超过5000点的波动，现在都过来了。你要耐住这种心态，才有可能爆出未来大长线财富自由的利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32K 历史上这种崩盘底部的位置，像这种支撑位，它历史上也是有回撤过的案例啊。但是我的观点，这一次估计不会回撤，因为历史上也没有见过这种案例啊。就是在第一浪后面2浪的结构里面是很少见过这种平弹型的，就是2次曲折，给人造成一个假象，是不是一个 M 头的假象，或者是头肩顶的假象，但是最终它其实一个盘整区往上突破。所以形态学里面有3种走势啊，不管是三角形的盘整还是箱体的盘整，它有一种是突破直接过的，那还有一种是突破它会再回撤，还有一种就是它是一个假突破然后真跌破。所以这3种走势我们要记住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8年当时崩盘的点位，就是从6000美金这一个盘整区，它后面开始崩盘到这一个低点啊，因为它2周 K 线就是从这一根跟这一根的低点去计算，是2周暴跌了 40% 以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的经验，像这种崩盘的低点就是比特币2019年的底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的牛市哦，它第一波是涨了3倍，后面它是有重新压回到就是这一条当时崩盘起点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2014年当时崩盘的这个位置，也是在短短的3周之内崩盘超过 40%，底部就是底部。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崩盘的起始位置哦，它后面价格突破以后是有一次回撤，就是在第2周直接回撤，但是后面上去以后我们观察一下，它不会再去踩这个支撑了。所以我们观察了几个案例，特别是2015年的这个整理的区间，
它后面是没有再压回到这个支撑位啊，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位置，我们观察一下，像这种上升三角，它突破以后也是有重新再回撤这种支撑的案例。但是我们观察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啊，比如比特币在2020年的7月份，就是这个高点，我们观察一下它突破有重新再压回这个支撑吗？没有啊。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观察，到底比特币很多朋友是担心有可能会不会重新再压回。那么看一下空间啊，它如果要压回，空间最多是13%左右啊。但是我个人偏向有可能不会压回啊，因为它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曲折，不排除有可能就是类似这个位置早就已经提前在这边充分洗盘洗结束，有可能这一次就是突破直接过。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目前盘整的感觉是有2个上升三角啊，所以昨天跌到这个低点的位置，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下方有一个很强势的支撑哦，它是一直在往上倾斜向上洗盘，有可能目前的形态就是非常像2020年的当时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是突破这个高点也没有压回啊，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边有几个就是低点一直往上倾斜，或者是盘中有下跌都是买入的机会，然后继续上涨，有下跌也是买入的机会。或者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比特币也是一直往上涨啊，所以我的观点有可能不会跌回来啊，因为最近美元指数，包括前一段时间也是有跟大家讲，美元指数我估计应该是要去跌破100美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啊，为什么我认为不一定会重新回到 32K， 主要就是这一个通道它已经是非常强势，突破了这个通道的上沿。所以如果我们参考比特币在1月份当时这个低点起来之后最弱势的情况，它有一个回撤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黄金比例是回撤到 0.382 的位置，是在2万亿。那如果从这个位置计算到这个高点，也是涨了接近 40%。 如果黄金比例要走一个弱势的回撤，就是这个通道估计不一定会破，就是当时这一根 K 线附近突破了这个通道的上沿，最弱的一个情况大约是在 34K 附近，也是非常强的一个黄金比例 0.382 的支撑区啊。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势头线啊，目前价格感觉是非常的关键，你最好是能给我重新回到4个小时势头线上方，那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会不会重新启动一波？因为现在趋势不是很明显啊，前面上涨的时候这个势头线是非常的强势，但是经过几次测试60 EMA 甚至跌破几次60 EMA， 目前的趋势有可能就是在箱体，你不然要搞的话也可以做高抛低吸，看个人的兴趣哦。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 YouTube。